侯明昊妖王装杀封热搜，谭松韵首闯仙侠圈，这剧要捅破古偶天花板。仙侠剧的叛逆者来了。凌晨3点，我被逍遥的片花炸得睡不着觉，谭松韵一剑刺穿侯明昊心脏的镜头，配的 BGM 竟是花千骨的年轮。谭木瞬间癫狂，赵丽颖客串的是白子画转世吧？这年头，敢在仙侠剧里玩回忆杀核弹的逍遥算头一个。谭松韵的精分式演技，从甜妹到疯批。当别的古偶女主还在3届谈恋爱，谭松韵已经带着双面人设杀疯了。宁安公主大婚当日手刃妖王，金丝凤冠下的泪痣藏着淬毒的爱意。逍遥闯祸惊少女被骂半腰杂种，却能笑着把妖丹当糖豆嚼。最绝的是两世反差，前一秒还是直剑捅人的冷血公主，镜头一切就成了叼着狗尾巴草的野丫头。导演放话，她拍戏时随身带2个保温杯，装不同声线的润喉糖。路透里她吊薇娅摔出淤青，还笑嘻嘻说本公主的刀可比薇娅线利多了。侯明昊内娱终于有会妖的男演员了。别的仙侠剧男主披个白发就叫妖王，侯明昊直接重塑妖界美学。破碎赶杀阵，被封印时血管爬满冰裂纹，像打碎的糖三彩。妖王时尚，战损装香针血破，眼尾鳞片随情绪变色，眼神细暴击，看逍遥时瞳孔会皱缩成树瞳，兽性本能藏不住。有场戏他徒手捏碎情敌心脏，血浆溅到谭松韵脸上，观众却刷屏，变态的好带感。赵丽颖的核弹级客串，仙侠回忆杀完明白了。当玉里神拳浮现花千骨符文，赵丽颖一袭巫女袍现身，老粉集体泪崩，这是花千骨给南疆后人托梦吧？剧场误爆料，赵丽颖客串当天，横店外围了3层代拍，她拎着保温杯溜达到谭松韵房车，2人对着剧本狂飙重庆话，把洪荒之力说成雄起之力。反套路仙侠，把老梗碾碎重组。逍遥的编剧绝对是个仙侠叛徒，女主捅男主，第1集就上演出新名场面，比东宫更狠。半妖设定，逍遥能生吞妖丹，伤口自愈时皮肤会浮现鳞片纹路。反派法则，没有无脑黑化，人族长老为保苍生给孕妇下蛊。最戳我的是世界观设定，玉里神泉不是许愿池，喝过的人会变成活体祭品。当谭松韵为救侯明昊痛饮神泉，谭木哭喊这哪是开挂，分明是诅咒。路透比正片野，全网扒出的隐藏细节。显微镜女孩已扒出3大爆点。服化道疯魔，谭松韵的公主嫁衣绣满山海经凶兽，暗喻与魔共舞。动作戏封神，侯明昊妖化打戏参考敦煌飞天，薇娅丝带足有18米。台词暴击，我妖族儿郎的命，不比你们人族的香火贱。这句词过审时被标红3次。仙侠剧的自我救赎。当逍遥放出谭松韵生啃妖丹的花絮，隔壁剧组还在拍仙女吐血像和唐江，这差距比诛仙台到人间还远。或许仙侠剧真该学逍遥，少搞3生3世，多挖人性挣扎，扔掉塑料头饰，让血脉长出真鳞甲。与其让女主为苍生死，不如让她为所爱捅破天。写在最后，看着谭松韵在片场裹军大衣啃烤红薯，恍惚想起当年赵丽颖在花千骨片场嗦泡面。仙侠剧的轮回真有意思。10年前，赵丽颖用包子脸杀出血路；10年后，谭松韵带着半妖少女逆天改命。或许所谓爆款，从来不是特效堆出来的，而是这群戏疯子用真心换的。当逍遥放出逍遥为红叶挡天劫的片花，我信了，仙侠剧的魂还没死透。谭松韵团队太会了。
一条动态涨粉50万的运营逻辑。谭松韵发了一组周末宅家照，穿着灰色毛衣素颜吃点心，身边趴着个毛绒玩偶。就这么几条微博，一天暴涨50万粉丝，相关话题阅读量冲到8亿。现在明星发动态动不动就买热搜，但这次真不一样，没有华丽礼服，没有精修9宫格，甚至没有刻意摆造型，可就是火得一塌糊涂。这事的从一张废片说起。当时工作室放出一段拍摄花絮，视频里谭松韵啃着马卡龙突然笑场，头发丝粘在嘴角，桌上杂志还卷着边。粉丝扒出这张废片和正式发出来的成片对比，发现修图师之调了光线，连他下巴上的零食碎屑都没 P 掉。这种不完美反而让年轻人买账。第三方数据平台显示，这条动态73%的流量都是自然传播，比那些精修硬照的数据真实多了。其实谭松韵团队早摸透了门道，现在年轻人早看腻了明星端着架子的模样。EN 数据说 Z 世代对过度包装的内容免疫力高达67%，所以他们故意让谭松韵穿的像你家隔壁姑娘，选的毛衣款式淘宝同款才卖199，典型盘式宜家经典款。最绝的是那个咬了一口的马卡龙，看着就像随手拍的日常，可比某些女星摆拍的崭新道具真实多了，互动量足足差了4倍多。要说传播密码的题动态里藏的5个小心机，素颜特写刚出来，女明星真实皮肤状态的话题就炸了，美妆博主们拿着放大镜对比分析，硬是把谭松韵的护肤流程扒了个底朝天。接着眼尖网友发现她长得像熊黛林，明星撞脸大赛立马冲上热搜，吃瓜群众拿着2人照片玩找不同，连虎扑直男都加入了讨论。那个毛绒玩偶更是神来之笔，养宠物的网友看着亲切，萌宠博主们连夜剪辑人宠对照视频，播放量蹭蹭破了2000万。还有显微镜女孩发现谭松韵头发多得离谱，防脱洗发水品牌闻风而动，第2天全网都是谭松韵同款护发攻略，就连她随手放的杂志都被扒出是过刊，二手书商趁机促销，愣是把3年前的旧杂志卖断了货。这些操作看着随意，实则环环相扣。馋妈妈数据追踪显示，这条动态的传播链条足足转了7到手，远超行业平均的3级传播。秘诀在于他们搞了个账号矩阵，主账号发生活日常，工作室放工作花絮，后援会专门整理粉丝二创。比如主账号发完素颜照2小时后，工作室立马跟上剧组护肤 vlog， 既接住流量又不显刻意，粉丝好评率直接从61%飙到89%。但别看现在风光，明星营销翻车的多了去了。某顶流小生买赞买过了头，被平台悄悄限流；某女星硬凹打工人设，结果被扒出全身行头值套房首付。还有综艺咖每条动态都塞广告，粉丝以每天0.8%的速度流失。反观谭松韵团队，合作品牌精挑细选，推广频次卡死在月均1.2次，就连植入的护发产品都是他真在用的平价国货。现在业内都在研究这个案例，听说已经有平台开出6位数请他们做培训。要我说啊，关键就3点：把明星当真人而不是雕像来运营，给观众留足参与创作的缝隙，还有永远别把粉丝当傻子。下次你家账号数据不好时，不妨翻出谭松韵这条动态，再看看那些点赞转发背后藏着的可能才是真实流量的通关密码。